与冯绍峰离婚5年，赵丽颖维权案终于宣判，8万元赔偿背后，真正赢的不是钱，而是底线。娱乐圈每天都有新鲜事，但真正能够让人觉得大快人心的消息并不多。7月1日，赵丽颖维权案件迎来了最新判决结果。法院依法判决侵权者赔偿赵丽颖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万元，同时要求侵权人手写道歉声明，在个人社交平台连续置顶90天，并按照法院要求刊登公开致歉内容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华语娱乐频道。消息公布之后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。评论区里几乎清一色都是一句话：终于等到了。在我看来，这场官司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从来不是赔偿金额，而是它释放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：网络并非法外之的，明星也不应该成为网络暴力的默认承受者。一场持续数年的网络骚扰，终于迎来句号。如果只是偶尔一句恶评，很多公众人物或许都会选择沉默，但赵丽颖面对的并不是普通网友的情绪发泄。根据公开信息显示，这位侵权者已经持续多年针对赵丽颖发布大量失实内容，长期散播不实言论，并持续制造负面舆论，对赵丽颖的人格评价和社会形象造成了明显影响。尤其是在去年，对方更是连续数月不断发布带有侮辱、诽谤性质的视频内容，几乎形成了持续性的网络攻击。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娱乐八卦，更不是一句发表个人观点能够解释过去的。我一直认为，网络评论当然应该允许不同声音，明星不是圣人，也完全可以接受合理批评。但是，批评和造谣之间本来就隔着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。遗憾的是，总有人故意把这条线踩得模糊。他们利用流量机制，把编造出来的故事包装成爆料，再通过短视频不断放大，最终形成一种说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一定是真的假象。这其实也是如今互联网最值得警惕的一种现象。谣言传播速度远远快于真相。而当真相终于来到的时候，很多人的印象早已经无法挽回。所以，这一次法院给出的判决，我认为不仅是在保护赵丽颖，也是在维护整个网络传播环境。为什么8万元赔偿，却让无数网友觉得赢麻了？很多网友第一反应都是，才8万元。如果单纯看金额，确实算不上特别高。毕竟对于一位一线演员来说，这笔钱几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。但法律判决本来就不是为了发财，真正有分量的其实是后面的几项责任。首先是要求侵权人公开赔礼道歉，其次，道歉内容必须手写，最后还要连续90天置顶，并刊登指定媒体。很多法律人士都表示，这种持续公开道歉的方式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教育意义。它不仅意味着法律确认了侵权事实，也意味着侵权者必须长期面对自己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。说白了，赔钱只是第一步，恢复名誉、承担社会责任才是真正的重点。我个人反而觉得，这种判决方式比单纯提高赔偿金额更有震慑力，因为网络造谣者最害怕的不一定是赔钱，而是公开承认自己造谣。从默默无闻到顶流，赵丽颖为什么越来越敢维权？如果把时间拨回10年前，很多人对赵丽颖最大的印象还是那个从农村走出来、没有背景、没有资源的小演员。她经历过无数次跑龙套，也经历过很长时间无人问津。后来陆贞传奇、花千骨、楚乔传、知否知否应是、绿肥红瘦、幸福到万家、风吹半夏等作品，一步一步把她送上了行业顶端。真正让我佩服赵丽颖的，
并不仅仅是他能够持续拿出代表作品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非常稳定的发展节奏。他没有因为流量最高的时候疯狂接综艺，也没有频繁制造话题维持热度。相反，他越来越愿意花时间去打磨角色。这些年，他不断尝试现实主义题材，不断突破古装舒适区。不少业内导演都评价，他最大的变化不是演技技巧，而是人物理解能力越来越成熟。央视近年来多次选择与赵丽颖合作，其实也说明了另一件事情：真正能够长期站稳市场的演员，最终还是要靠作品。流量可以制造一时热度，但作品才能决定职业生命。离婚5年，赵丽颖的人生似乎越来越精彩。2021年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宣布离婚。当时整个娱乐圈几乎被这条消息刷屏，很多网友直到今天依旧觉得遗憾，毕竟他们曾经也是不少观众心目中的童话婚姻。然而几年过去，再回头看，两个人似乎都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。尤其赵丽颖，离婚之后，她没有频繁回应感情问题，没有消费婚姻，更没有利用私人生活制造曝光，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重新投入到了事业和家庭。这种选择，我其实非常欣赏。成年人最大的成熟，不是解释过去，而是认真经营未来。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作品比任何回应都有力量。孩子不应该成为娱乐消费的一部分。这些年，赵丽颖最坚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孩子。她曾多次公开表达，希望媒体不要偷拍孩子，也曾经严厉谴责过跟拍行为。很多网友可能觉得，既然是明星家庭，就应该接受公众关注。对此，我并不认同。公众人物承担公众监督没有问题，但孩子不是公众人物。他们没有选择进入娱乐圈，更没有义务成为流量素材。一个未成年人最大的权利，就是拥有普通人的成长环境。事实上，这几年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都越来越强调未成年人隐私保护。明星子女同样应该受到尊重。所以，当赵丽颖公开反对偷拍的时候，我认为她不是在耍大牌，而是在履行一个母亲最基本的责任。冯绍峰也正在努力做好父亲。另一边，冯绍峰同样没有缺席孩子成长。媒体偶尔拍到两人同框，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陪伴孩子。这种相处其实非常正常。离婚不代表必须成为仇人。越来越多家庭都开始接受一种新的亲子关系模式。父母结束婚姻，但共同承担责任。对于孩子而言，这反而是一种更加成熟、更有责任感的选择。遗憾的是，每一次两人被拍到见面，总会有复婚、旧情复燃等各种猜测出现。流量媒体似乎总喜欢把一切普通互动包装成爱情故事，可现实往往没有那么戏剧化。我更愿意相信，他们如今保持联系，只是因为共同拥有一个孩子。成年人能够体面告别，本身就是一种成熟。网络上的两种声音同样值得关注。随着案件判决公布，网友评论也出现了明显分化。支持者认为，终于有人替明星维权成功了。双引号，造谣成本太低，早就该严惩。双引号，希望更多明星勇敢拿起法律武器。双引号，还有不少网友表示，这样的判决能够给整个网络环境树立积极示范。当然，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。有人认为8万元赔偿力度仍然偏轻，还有人认为目前网络平台对于谣言传播的管理机制仍存在漏洞，仅靠个案判决还不足以形成长期震慑。甚至还有网友担忧，一个账号被处罚之后，
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账号继续散布类似内容。这些声音其实都值得认真思考，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一个造谣者，而是整个网络生态如何形成更加健康的规则。法律之外，平台责任同样不能缺席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明星开始主动维权，从杨幂、迪丽热巴到杨紫、肖战，再到赵丽颖，不少艺人都曾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这说明一个趋势：公众人物已经不再默认忍受网络暴力。不过，仅靠明星一个个起诉，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平台审核机制、账号实名管理、恶意营销治理，以及对谣言传播链条的及时处置，同样非常重要。如果平台能够更快识别恶意内容，很多谣言或许根本不会传播得如此广泛。法律负责追责，平台负责治理，网友负责理性表达。只有三方共同努力，网络环境才会真正改善。写在最后，赵丽颖赢下这场官司，并不意味着网络暴力已经结束，但至少它让所有人看到了一件事情：法律不会因为你是明星就降低保护力度，也不会因为网络匿名就放弃追究责任。在我看来，这起案件最大的价值不是8万元赔偿，而是告诉所有人，每一句恶意造谣都可能留下法律证据，每一次网络暴力都终究有人需要承担责任。5年前，赵丽颖结束了一段婚姻，5年后，她依然专注事业，认真生活，也终于为自己多年来遭受的恶意攻击讨回了一份公道。或许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快人心。那么，大家怎么看待这次赵丽颖维权胜诉？你认为法院要求侵权者手写道歉，连续置顶90天，这样的处罚是否足够有震慑力？明星面对长期网络造谣，是不是都应该像赵丽颖一样积极拿起法律武器？对于赵丽颖和冯绍峰未来是否还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人式父母，你又有什么看法？欢迎把你的观点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深度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这期视频，并订阅频道华语娱乐，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继续关注华语娱乐圈最新热点，一起看见新闻背后的故事。